小妖得知自己是大魔头蚩尤的女儿，很难过。相柳难得没有和他拌嘴，还耐心安慰了他。相柳以防风贝的身份抢婚之后，把小妖带到清水镇。1个多月后，他告诉他是景雇他去阻拦他的婚事的。于是小妖就去找景算账。他和景开诚布公谈了一回之后，小妖一边帮景治病，一边用自身做饵给涂山侯下套，查出了真相。景和义应没有发生过关系，景的儿子其实是涂山侯和义应的亲生儿子。处理完涂山侯和防风义应的事后，景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站在他身边。从龙国玉定情到如今70多年的光阴，如果不是有防风贝的陪伴，小妖会更难熬。本以为一切风雨已经过去，但是小妖是大魔头蚩尤的女儿的谣言忽然传开了。正月15，小妖带着苍玄和景去吃烧烤，那是防风贝带他吃过的最好吃的烧烤铺子。防风贝曾带他走遍轩辕和旨意，他走到哪里都有他和他的回忆，心中不免一阵惆怅。这样美好的夜晚，他偏偏不小心听到从前在母亲西陵恒麾下效力的黎苑将军说话，验证了心中的恐惧。她是蚩尤和西陵恒的女儿，他不知道这是苍玄故意设计让他听到的，还是那些谣言也是苍玄命人散布开的。景猜到了这些，却没有告诉他。小妖心中惶恐不安，连苍玄和景安慰的话都听不进去，只想一个人静静。他漫无目的地走在街上，不知不觉走到相柳曾带他去过的那个黎荣族老头的店。但是黎荣族老头已经死了，他曾是蚩尤部下，他应该早点来问他关于蚩尤的事情，但是他一直没来，现在来了却已经晚了。再也没有人可以告诉他关于蚩尤的事情，给他一个理由，让他不去恨他，让他能坦然地面对世人的鄙视和辱骂。小妖痛苦流泪之际，身穿黑袍，又披着黑色斗帽大氅的相柳出现了。他为了自己的狼狈样子被他看到而恼怒，但相柳说他本来就在这里祭奠故人，是他突然闯进来的。相柳劝慰他说，你不了解蚩尤，可你应该了解你的母亲。既然他选择了蚩尤，你就该相信他的眼光。在清水镇，小妖曾经用自己的悲惨往事来安慰相柳，现在他也用自己半真半假的悲惨遭遇来安慰他。他说自己压根儿不知道亲生父母是谁，从小就要为生计奔波，偏偏自己又能吃，9个头为了抢吃的都打起架来了。小妖听了只觉得又好气又好笑，心中的悲苦也被冲淡了不少。小妖问相柳是否见过蚩尤，他说没有。大概是今晚的相柳特别好说话，小妖忍不住问他为什么要选择共工。相柳说，不仅仅是为了义父，还有并肩作战同生共死的袍泽。这些年他不知道亲眼见证过多少袍泽死去，那些情谊永生不忘。相柳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和义父袍泽同生共死，而他身为被天下人唾弃的大魔头的女儿，又该何去何从呢？小妖心里堵得慌。相柳说，如果他无处可去，可以去大海。小妖这才想起，因为相柳用心头血救他，如今的他已经拥有海妖一般的身体，不由得一阵心安。小妖看着相柳，轻轻摸了一下他的白发，尽管不舍，还是提醒他此处不宜久留。相柳伸手把他的眼睛合拢，说了句我走了，然后亲吻了一下小妖的额头，离开了。小妖不敢相信相柳竟然吻了他，只以为那是错觉。不久，郡地把小妖从高辛王族的族谱除名，他失去了高辛九瑶的身份。苍玄赐小妖西陵氏，让她成为西陵家的大小姐。景提前结束了对义应的惩罚，让他留在清水镇照顾儿子，对外则公布他已死。景知道小妖对父母的遗弃一直耿耿于怀，于是带小妖去找郡地，请求郡地把小妖父母之事告诉他，解开他的心结。郡地带他们去赤水找已经变成旱魃多年的西陵恒。西陵恒告诉小妖当年的那些事情，小妖明白了，他的父母是爱他的，他们不是不想来找他，而是不能来找他。为了亲口告诉他真相，母亲忍受着太阳之力的折磨400年了。小妖多年的心结终于解开，但他和父母的重聚之日，同时也是和他们永别之日。为了帮父母完成夙愿，小妖和景带着桃花林中的泥土去了九黎，让他们在蚩尤的故乡落叶归根。小妖找巫王询问如何解情人蛊，但巫王得知小妖的情人蛊并非是和情郎种下的，百思不得其解，说情人蛊和其他蛊都不同，必须要一对情人心甘情愿才能中蛊。
他若不是你的情郎，你怎么可能给他种下情人骨呢？相柳喜不喜欢他，他不敢确定，但他清楚自己对相柳的感情，只是他从来都在压制着他。听了巫王的话，小妖想，相柳也许并非如表面看起来那般无情，至少他们的骨那么多年还相安无事。回城，小妖提出要在海上过一夜，内心在期待着相柳会出现。鲛人的歌声中，相柳来了，他们安静地聆听了鲛人的歌声。那一刻，小妖觉得他和相柳的心似乎无话不可说。小妖告诉相柳自己的爹爹是蚩尤，然后提起自己去过九黎找巫王寻求解骨的方法。巫王只知道这对蛊虫同生共死，并不知道如何解蛊。那么说，小妖和相柳如今是性命相连了。相柳听了这些话并不惊讶，小妖才反应过来，原来他一早就知道蛊虫会令中蛊的两人命脉相连之事。小妖认为相柳既然能解苍玄的蛊，就一定知道解蛊之法。他问他是不是不想解蛊，他居然笑着说不想，毕竟奇货可居，然后就沉入水里离开了。小妖想跳进海里去追他，景硬是把他抓回来了。他怕他误会，解释道，他刚才只是问相柳解蛊的方法，但他不肯告诉自己。2. 涂山璟求娶小妖，两人订婚。至于婚期，小妖说要看医书编撰情况再定。海上别后第9年，他才在街上偶遇相柳，但他在躲他。皇帝提出想修撰医书，小妖开始忙碌起来，因此对轩辕和高辛的战事后知后觉。他得知此事后十分生气，冲苍玄发了很大的脾气。景劝解了他，而且苍玄计划长期作战，这个仗没有10-20年打不完。义应死了1年后，景求娶小妖，皇帝和黑帝都答应了。对于婚期、小妖计划等编撰医书的事情有了眉目后再确定。8年后的一天，小妖在茫茫人海中看到一个锦衣男子，尽管外表不一样，而小妖也已经9年多没有见过相柳，但他就是认定那个男子就是相柳。于是他满大街找他，最后在黎戎族开的赌场里找到他。起初锦衣男子说自己不认识他，要离开，小妖抓住他不肯放开，男子甩不开他，最后只能无奈地露出真容。小妖得意地笑了。相柳问他到底想干什么，他之前并没有想过自己为什么非要抓住他不可，如今只想找一个借口说想找他解蛊。相柳说景已经为了这事找过他，但他坚称自己真的解不了蛊。小妖仍旧不信，但也不再纠缠此事，着急也没用，毕竟这蛊也存在80多年了。小妖问他来纸一城是否只是为了见景，其实潜台词是想问他为何不来看望他。他问他什么时候离开，他说如果不是他拽住了他，他早就离开了。经他提醒，他才发现自己一直拽着他的胳膊，连忙松开了他。景来了，握住小妖的手。小妖心中有很多话想和相柳说，比如叮嘱他小心，尽早离去。可是景在这里，他只好沉默。相柳看了一眼他们交握的手，心中一痛，但成全他们是他自己的选择，没有什么可抱怨的。看到小妖得到幸福，他就安心了。他告辞离开了。小妖心里尽是惆怅，可在景面前却只是装作若无其事。3. 新月2次暗杀小妖，相柳相救，并为小妖找好可以保护他的人。轩辕和高辛的战事持续了10几年，最后以郡地禅位给苍玄，苍玄迎娶阿涅做王后结束。自此整个大荒几乎都在黑帝苍玄的统治下。15年后，黄帝内经和黄帝外经2本医书编撰好以后，景提出要和小妖成婚，他同意了。但是在婚礼前，景被涂山侯杀了。虽然景死了，但是到了他们婚礼那一天，小妖还是把张娥殿所有的花灯都点燃，穿上红底金绣的嫁衣，上了妆，等了一天，直到晚上，他自己对着圆月行礼，告诉自己从那夜起，他就是景的妻子。也就是当晚，一枚响起景的声音的阴珠，一幅写在礼衣上的歌谣，让他上了信天翁的当。信天翁把他骗到东海，让他喝下会令他浑身乏力的酒水，然后把他放进水晶棺里，带他沉到海底。这片可怕的海域就会让他不留痕迹的永远消失。景死了，小妖不想再痛苦的活着，决定平静的迎接死亡，和景一起长眠在这片海域。但是水淹不死他，他又怕自己出事会连累苗圃，就开始用力踹棺盖，却怎么也弄不开。水晶棺被海底的大涡流卷了进去，瞬间碎裂。
自上次分别后30几年未露面的相柳及时出现护住了小妖，他让他闭上眼睛不要看，因为他必须露出腰身才有足够的力量与大蜗牛抗衡。小妖偷看到相柳的真身是一只通体雪白的9头海妖，他在大海蛮横至极的力量面前没有丝毫惧怕，把他震撼住了，并由此产生了对力量的敬服和畏惧。相柳在与大海的对抗中竟然还能发现他的头盔，再次警告他不要睁开眼睛。他把他带到荒岛上，转身就要走。此时的他衣衫凌乱，很是狼狈，脸上脖上都有伤痕。小妖情急之下扑倒他，用尽全力紧紧抱住他，不让他走。他着急的不停道歉。重伤的相柳好不容易甩开了他，他又扑上去，再次把他扑倒，用身体紧紧地压住他。这一回相柳连推开小妖的力量都没有了，却如倔强别扭的孩子一般蛮横地挣扎着。相柳暴怒，威胁着要吃了他，他不怕死的让他想吃就吃。相柳咬住了他的脖子，大口大口地吸血。小妖温顺地靠在他的肩头配合着他。相柳停止吸血之时，小妖已经晕晕沉沉，还叫他多吸一点。相柳问他为何不怕他这个妖怪会在重伤之下失去理智，把他吸成人干。小妖轻轻碰了一下他染血的唇角，告诉他他不怕，是他在怕而已。他居然看穿了他，他刚才着急离开，不只是因为他不听话看了他的腰身，更是害怕自己会控制不住把他的血吸干。被人看穿心事，相柳再次咬上他的脖子，阻止他继续说下去。这次和上次不一样，小妖只感到酥麻，但才一会儿就因为失血过多晕过去了。这时他才敢深情凝望着怀里的他。相柳做了烤鱼、小菜和海鲜汤来回报他的献血。小妖感激他救了自己。相柳很欠扁地说，他只是不想拿自己的命去验证情人谷是否真的会让两人同生共死而已。救他就是在救自己，言下之意，他并不需要他的感激。相柳答应带他去找苗圃，条件就是即使屠杀井死了，他也要活下去。小妖不明白相柳为何在意起他的死活来了。当他又提起情人谷，他才想起如今自己的命是和他相连的。相柳带他找到信天翁妖，他制服了左耳。毛球吃了信天翁妖，因为苗圃身上有小妖的味道，左耳不仅没杀他，还阻止信天翁妖杀他，救了苗圃一命。左耳问起防风贝，小妖不敢透露相柳就是防风贝，就说贝死了。左耳问他会不会想念贝，小妖故意试探相柳说，也许贝根本不会在乎别人的想念。相柳似笑非笑地说，他不介意，他相信他会在乎别人的想念。气氛变得古怪，小妖赶紧岔开话题，叫相柳好好养伤。相柳有意引导小妖把战斗力很强的左耳留在身边。小妖怜惜左耳，把他收作侍卫。相柳问他知不知道谁要杀他，其实小妖猜到大概是风龙和新月，但他不想让苍玄头疼，打算息事宁人。相柳讽刺他这些年是不是被涂山璟照顾得太好，连如何生存都忘记了。风龙和新月都不是一般人，不管是谁做的，有第一次就绝对会有第二次，下一次可不会这么好运。相柳明明担心他被人谋害了，却故意说不好听的话刺激他，想让他振作起来，好好保护自己。小妖最忌讳别人说景死了，他第一次对相柳谈起自己对景的感情，还说他一天没看到景的尸体，就绝不相信他已经死了。月夜下，小妖穿着血红的嫁衣，对着大海唱起了他曾唱给景的那首歌谣。这首歌谣和相柳初遇小妖时听到的那首歌谣很像，但是歌词有些不一样。小妖故意学着相柳不好好说话，让他赶紧吸血疗伤，别拖累他了。之后几天，他们一个坐船头，一个坐船尾，除了清晨和傍晚各一次的吸血，很少说话，各自想着心事。3日后，相柳结束疗伤要走，小妖想说什么却又忍住了。他临走前留下海图给小妖，让他无处可去的话就来大海。说完不等他拒绝，他很快就消失了。小妖凝望着他消失的方向好久好久，心中充满不舍。此处一别，再见不知何时。之后小妖又经历了一次被暗害，幸亏有左耳在，他才死里逃生活下来了。他不知道苍玄之所以提前回来救了他，是因为相柳做了手脚。小妖觉得虽然他和相柳那么多年才能见一次，但是彼此的情谊还在，记忆还是温暖的。没想到这一次离别后，两人再次见面，竟是横眉冷对的诀别。